那些曾经火到一塌糊涂的厨房用品，为何如今不受待见了？从万人追捧到避之不及，它们的缺陷在哪里？是时代环境变了，还是人们的生活需求越来越高了？本期小东就给大家盘点6个跌下神坛的厨房产物，或许淡出中国家庭也只是时间问题。1. 厨房凉霸。夏天热得满头大汗的在厨房里做饭，确实很遭罪。有需求就有市场，厨房凉霸就此诞生了。商家宣传说，装上凉霸以后特别凉快，可以解决厨房烧菜闷热的问题，于是很快成为了抢手货。凉霸这个名字确实会给人制冷降温的感觉，不过它叫凉霸，但却不制冷，所以很多人给家里装了厨房凉霸之后，就觉得实实在在的被坑了，因为它的功能和空调完全不同，根本起不到制冷的效果，充其量不过就是一台安装在顶上的风扇，在厨房发挥的唯一效果就是把热气反复的吹上吹下，同时还会影响油烟机的效果，把烧饭时的油烟吹得到处都是。另外，用久了之后，扇叶上还会蒙上厚厚的一层油污，清理也非常费事。总体来说，大家发现厨房凉霸的性价比低，没什么实际效果，因此也就彻底的凉了。2. 台中盆。记得当年厨房装修中，水槽到底应该装台上盆还是台下盆？很多业主对此都很迷茫。安装台上盆，担心打扫台面卫生麻烦，玻璃胶还会发霉；安装台下盆，担心承重性不高，后期有掉落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台中盆出现了，因为它本身能和台面齐平，既好看又不用担心水槽落下去，似乎完美解决了台上盆与台下盆的所有问题。但是好景不长，很快台中盆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现实中，因为安装台中盆翻车的案例不在少数，大量业主吐槽安装师傅的手艺太差，导致台中盆根本无法与台面齐平，不是坑洼不平，就是缝隙太大。难看不说，缝隙积水导致填缝中的玻璃胶最终发霉发黑，产生严重的卫生问题。其实台中盆因为需要对台面现场切割，所以它的最大问题就是对师傅的手艺要求很高，这也导致再有经验的老师傅安出来的台中盆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瑕疵。当大家都诟病台中盆的时候，商家也改进了台下盆的安装方式，从云石胶升级到如今的金属卡扣固定，这种方式也减低了台下盆掉落的风险，因此台中盆也就寿终正寝了。3. 不锈钢台面。不锈钢台面有防水防潮、硬度高不开裂、不会渗色、环保无辐射等优势，曾经在餐饮行业非常的受欢迎。因其特点优势，曾经有一段时间里，在家庭厨房中也很快流行起来。但是好景不长，没火多久呢就熄火了。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原因也很简单。其一，美观性不够，这也是很多年轻人看不上它的根本原因。冰冷的质感，总有一种厨房酒店后厨的廉价感，显得不够档次不说，还与家庭环境需要的温馨感相差甚远。其二，不锈钢台面不耐滑，稍微磕碰可能都会严重刮花，而且无法修复，用过1-2年以后，基本都是惨不忍睹。其次，如果厚度不够，还会出现变形鼓包的现象。其三，不锈钢台面比石材更容易滋生细菌，需要时刻清洁，保持卫生干净。除了以上几点以外，真正的食品级不锈钢台面的售价不便宜，价格基本都要2-3千元一米，水槽还要另算。和几百元一米的10英石相比，显然是贵了很多，普通家庭根本消费不起。所以这些原因都注定了它无法在家庭中占有一席之地。4. 调味拉篮。厨房的调味拉篮因其超强收纳能力、拿取比较顺手等优势，逐渐进入千家万户，但在实际的使用过程中，被称为最鸡肋的厨房用品。甚至还有不少网友吐槽调味拉篮真是干啥啥不行，浪费空间第一名。究其根本原因，主要是因为这种拉篮的空间有限，就算全部装满了，也放不下多少瓶瓶罐罐，而且尺寸多大，往哪放都要符合它的规格才行。高一点的调料瓶放不下，放小一点的瓶子又会倒，稍微大一点点的案板也塞不进去，特别鸡肋。而且怕沾水一生锈也就忍了，这种框框架架的结构，平时清洁油污也格外费劲，关键是用的频率高的话，滑轨还容易坏掉。因此现在安装调味拉篮的人也越来越少了，因为大家都发现它甚至比不上普通的厨房抽屉好用。5. 肤感膜柜门。说到厨房的颜值担当，当属肤感膜柜门一点不假。膜感膜柜门摸上去光滑细腻，有一种婴儿肌肤的触感，而且自带高级感，所以近些年几乎成为家庭中的标配。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敷感膜的弊端也显现出来，许多用过的业主都疯狂的吐槽，磨感膜有不耐脏、留手印、不好打理的问题。特别是在厨房这种重油污的地方，那指纹和水渍真是至死不渝，不离不弃，怎么擦也擦不掉。上网一搜，如何清洁磨感膜柜门的帖子更是铺天盖地。虽然它很美，质感一流，但因为不好清洁，也就注定了被大众所抛弃。6. 厨余垃圾处理器。现如今，很多城市在实行了垃圾分类后，厨余垃圾处理器在中国家庭中使用率也有很大的提升。特别是对于一些上班族来说，更是省时省心，节省了每天都要跑去楼下扔垃圾的烦恼。所以，很多人也不惜重金，纷纷购买。但是，等真正使用过才发现，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理想，甚至是越用越糟心。原因是，即使你装了厨余垃圾处理器，也还是要分类处理垃圾。因为不是所有的剩菜剩饭、食物残渣都能处理掉，比如太薄的不行，例如虾皮、鱼鳞之类的；长纤维的也不行，玉米皮、粽子皮等；太硬的也不行，例如骨头、贝壳一类的。其次，对于一些难破碎的食物，还需要少量多次处理，不然还容易造成下水道的堵塞。一旦堵了，那是又脏又臭，太受罪了。另外，厨余垃圾处理器需要很大的功率，才能达到很好的研磨效果。所以它工作时的噪音也大，因为它是紧贴着台面，研磨的过程中会震动，发出来的声音会让你感觉耳朵都是嗡嗡的。所以厨余垃圾处理器没能像洗碗机在国内家庭普及起来，也就不足为奇了。以上这些厨房产物，你家用过哪些呢？还能说出几种跌落神坛的家居用品，或是家用电器？随着装修行业的发展，经过一轮一轮的更新换代，也导致了一些传统建材的落寞和淘汰。比如说，曾经很流行的瓷砖波导线、大理石背景墙、带灯带的回字形吊顶等等。但不可否认，其中也有一些传统的装修材料却被内行人称之为永恒的经典。很多人以为跌下神坛被淘汰了，殊不知在家装市场里越来越吃香。石英石台面。讲真，如今和石英石竞争厨房台面一哥地位的，不论是不锈钢还是岩板，作为台面材料，实用性方面还是略显不足。为什么这么说呢？原因如下：先来说下不锈钢台面，虽说有硬度高、结实耐用、易清洁等特点，但实话实说，不锈钢材质做台面显得冷冰冰的，不够大气和档次，而且被很多网友吐槽说像食堂。此外，不锈钢材质不耐滑也是不争的事实，厨房里磕磕碰碰的，时间一长就会出现严重刮花的现象，且难以修复。再说岩板，有一说一，岩板台面用于厨房，不论是颜值还是耐油污方面，几乎是吊打石英石，而且档次也绝对够用。但回归现实，岩板材质有个致命伤，就是硬度不够，太脆了。平时在上面剁个肉馅或砍个大骨头，都容易导致崩瓷或断裂。最后来说下石英石，和岩板相比，硬度更高，抗冲击力更强，和不锈钢相比，也没有不耐划痕的毛病。因此，经过这么多年的市场检验，石英石依然是中国家庭厨房台面材料的首选。铝扣板吊顶。在石膏板吊顶以及蜂窝大板吊顶的营销夹击下，传统的铝扣板吊顶的生存空间显得尤为困难。但是用过后就会发现，这两种吊顶材料和集成铝扣板相比，虽然具备一定的优势，但也有明显的弊端。比如石膏板吊顶，特点就是颜值高，整体性好，尤其是配合餐厨一体式的装修，更显大气通透。但反过来说，怕水不防潮，遇油污容易变色发黄，也是不争的事实。再来说下集成蜂窝大板，虽然防水防潮，也确实好看，又显高档，但价格太高，1个平方就要大几百，而且安装拆卸也比较麻烦，后期漏水想维修麻烦更大。反观传统铝扣板，除了样式上略显小气，剩下的全是优点，价格实惠，防潮易打理，安装拆卸方便，维修简单省事。讲真，就凭这些，就注定了它不可替代。不锈钢水槽。纳米水槽、石英石水槽好啊，什么颜值高、好清洁、易打理、不怕划痕、耐腐蚀、硬度高等等。不锈钢水槽样式平庸，容易被刮花，抗油污性也差。在销售员的嘴里，把传统的不锈钢水槽按在地上摩擦，就好像真的被市场抛弃了一样。不过你去建材市场走一圈，就会发现选择不锈钢水槽的家庭还是大多数，因为不锈钢水槽最大的优势就是价格便宜，300-400元就能买到一个大品牌的，对于价格敏感的普通家庭来说，几乎是第一选择。另外，不锈钢材质更耐造，10-20年都用不坏，而反观纳米水槽，不过是营销噱头，
只是在不锈钢上添加了一层纳米涂层，把外行唬得一愣一愣的。一旦涂层脱落，反而会危害健康。再说下石英石水槽，价格贵不说，产品质量也是良莠不齐，市场假货多，大多数都是人工合成的，因此一般会有变花发黑的现象。所以大家也意识到，水槽不过是洗碗洗菜的工具，只要质量过关，没必要花大价钱去追求不成熟的新工艺。4. 实木踢脚线，不可否认，铝合金属踢脚线确实颜值高，极简的造型，超薄的厚度，美观性好不说，而且不易积灰，没有卫生死角，很受年轻人的追捧。而嵌墙瓷砖踢脚线虽然效果上略显单薄，不够大气美观，但最大的优点是不积灰尘，省去了打扫卫生的烦恼。在这两者的碾压下，传统的实木踢脚线是否没有了生存空间？和金属踢脚线相比，样式显得臃肿老气；和嵌墙瓷砖踢脚线相比，也有易积灰、难清洁的毛病。但话说回来，现在家庭装修选择实木踢脚线的人并不少，究其原因，首先就是价格便宜，安装相对比较简单，没有额外的施工成本。其次，实木踢脚线也比较耐用，选择与门框同色的，颜值效果也不差，而且后期想更换维修也省心。反观铝合金和瓷砖踢脚线就不一样了，价格贵，施工难度高，一旦安装出现问题，那都是妥妥的翻车现场。5. 卫生间置物架，当下大火的卫生间壁龛，有多少人是装过之后就后悔了？和传统的置物架相比，砌墙做壁龛最大的问题就是成本造价高，而且会严重压缩卫生间本就不大的面积，导致淋浴时想转个身都难。而且这个砌墙壁龛要还考验瓦工的铺贴手艺，如果细节做不好，那真的是又丑又难看。更关键的是，还有积水难打理的缺陷。所以很多装过卫生间壁龛的家庭，回过头才发现，还是传统的卫生间置物架更实用。一方面是花费低且颜值高，质量好的也不过几百块；另一方面也不占用卫生间空间，而且镂空的设计也不好积水，卫生也好搞多了。因此，这么省心又好用的置物架，多少年都不会被淘汰。文末结语：综上所述，在小东看来，不管是新式的装修工艺，还是传统的装修材料，只要好用实惠，适合自己的需求，就是最好的产品。也希望大家在装修时能做到心中有数，别去花冤枉钱。全屋定制和木工打柜子，到底哪个好？相信这个话题，很多打算装修的业主都在纠结。首先，咱们提到柜子呢，那肯定要说一下板材。这个时候，通常你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你去问木工用什么板材好，木工会说生态板好；如果你去问全屋定制什么板材好，全屋定制会说颗粒板好。那我们到底应该相信谁？究竟谁说的对呢？别着急，咱们可以通过表面看本质。1. 为什么木工师傅打柜子不愿意用颗粒板？其实归结原因就2点： 1. 颗粒板不好加工，特别考验木工师傅的手法以及工具。想要切割颗粒板，如果手法不到位，工具跟不上，稍有不慎就会出现饰面崩边、板材爆齿的现象。另外，一张颗粒板的重量是2张生态板的重量，干活特别累，所以木工不爱用颗粒板。2. 生态板更好加工，反观生态板就比较容易了。生态板基本上是一种速成木切割成木条，然后用胶粘在一起做出来的，木质比较柔软，所以切割和现场加工的难度小。2. 那为什么全屋定制不愿意用生态板？1. 全屋定制呢，现场制作时需要打3合1的孔，如果打孔的地方在木条的接缝处，就会把这个板材打破，也就造成这个板材的浪费。另外，生态板握钉力也不强，所以全屋定制不愿意用生态板。2. 成本造价问题，市面上大品牌的生态板，比如兔宝宝、千年舟的，在230到290左右。那像露水河、大亚这样知名品牌的颗粒板 ，ENF 级别的价格也在170到200左右。显然，颗粒板的价格要远远低于生态板。综上所述，这也就是为什么木工说生态板好，全屋定制说颗粒板好的主要原因。3. 回到主题，那定制和木工打柜到底哪个好？本期小东结合自己15年的装修经验，通过几个方面来和大家总结分析一下，告诉你到底哪个好，应该怎么选择。内容很有价值，耐心看完一定会对你有所帮助。1. 价格方面，首先有一点是十分肯定的，就是选择木工打柜一定要比全屋定制价格便宜，这个是毋庸置疑的。有人说价格都差不多，那真是扯，因为全屋定制他们也是不生产板材的，也是买其他大厂的板材，然后拿回来自己加工，自己买板材打柜，相当于跳过了全屋定制中间商环节，价格自然便宜。
如果都用最好的板材，那么整体下来，全屋定制的价格是木工打柜的2倍，1线、2线城市甚至能达到2.5到3倍左右。所以自己打柜的价格是很有优势的。2、环保方面，大家普遍最关心的就是环保问题。那生态板和颗粒板哪个更环保呢？生态板从表面看起来是用实木粘在一起的，颗粒板是用实木碎屑粘起来的。那么生态板用胶肯定比颗粒板要少，在我们普通人的印象中，用胶少的就是环保的，所以就会认为生态板比颗粒板要环保。其实这么认为也是普遍现象，包括我没做装修之前也是这么认为的。但事实上情况却恰恰相反，生态板的市场比较混乱，小工厂遍地都是，投资个10几万就能生产生态板，而且生态板的制作工艺它决定了它必须得加入甲醛来增加这个胶的粘合力。目前市场上90%的生态板用的都是3全胶里边的尿醛胶做出来的，还有一部分是用其他胶，但是你记住它都含甲醛。如果胶水粘合力不够，是没有办法加工生态板的，因为它是一层胶一层板这么粘起来的，而 MDI 胶的粘合力不够，没有办法用来生产这个生态板。所以你会发现市面上的生态板环保等级普遍也就是E0级、ENF 级的生态板都太少了，即使有价格也非常贵。而再看颗粒板，需要用机器压磨成板，小工厂是没有办法生产的，一条生产线就几千万，大规模的大厂更是投入了几个亿。而这些大厂也更加注重环保，他们的颗粒板加入 MDI 胶之后，轻松就可以达到 ENF 级，因为 MDI 胶根本就不含甲醛，你就是往里面加一吨，它也是不含甲醛，也就更加环保了。在没有这个 MDI 胶之前，颗粒板用的也是尿醛胶，那个年代的颗粒板确实没有生态板环保，但现在是真的不一样了。所以真正决定它们是否环保的不是胶的用量多少，而是胶本身环不环保。3、美观方面，全屋定制的柜子要比木工打的柜子更好看，这主要有2方面原因。第一，因为全屋定制的封边是机械封边，5金件都是隐藏起来的，而木工打柜子的封边不好看，还有钉眼，无论怎么隐藏都是有痕迹的。不要杠，手艺好的工人没有那么多，就算他手艺好，工人稍有疏忽，封边都会有问题，肯定没有机器封边严密。第二，从设计的角度，木工打柜也不如全屋定制，全屋定制的设计师都是成百上千设计方案的洗礼，所以说他的经验会更足。而如果是木工打柜子的话，整体的风格和设计只能靠业主自己把控，这就得看你自己的审美了。这个就像在赌，最终效果出来好看也就罢了，难看后悔也晚了。4、省心方面，这个选择定制一定是要比找木工现场加工做柜子更省心。首先咱们知道定制都是流水线加工，到你们家只不过是一个安装与组装的过程，就算现场出现问题，也有设计师和安装师傅去和工厂协调，不用你操心。但是如果现场打柜子，情况就不同了，因为板材是自己买的，设计是自己出的，现在施工期间一旦出现任何问题，只能选择让步和妥协，不但会耽误大量的施工时间，也会影响整体的装修进度。4、说在最后，说了这么多，最后归纳总结一下，其实选择木工打柜子最大的优势在于价格，全屋定制一定比木工打柜子贵，所以你想要省钱，追求经济型装修，那你就找木工做吧。反之，如果你想要的是中高端装修，为了整体效果，还是选择设计师整体设计，厂家定制，这样最好。一旦效果和实际不符，还可以让厂家返工，售后也有保障。家用电器在生活中承担着重要的角色，不仅可以帮我们做家务，还能解决生活中的难题。因此，咱们在装修新房时，也会选择购置各种各样的大家电。但是，有一些新兴的家用电器，如果你选不对，可能买得起，但未必用得起。换句话说，就是产品本身并不贵，但在使用的过程中，它的能耗和耗材非常高。本期小东就和大家说5种买得起可能用不起的家电产品，如果不是富裕家庭，还是劝你谨慎入手。1、洗碗机。洗碗大概是年轻人最不爱做的家务之一，洗碗机的诞生帮助我们从繁重的家务中解脱出来，对懒人来说更是福音。不可否认，用洗碗机代替手动洗碗，碗筷不仅洗得干净卫生，而且还能解放双手。纵观国内的洗碗机市场，这些年也卖得风生水起，而且国内的洗碗机产品也是越来越成熟，基本3、4千元就能买到一个功能齐全的洗碗机。但是很多人购买时往往会忽略到它日后的耗材问题，比如洗碗机日常使用中必须要用到软水盐、漂洗剂以及洗碗液或洗碗筷，这些耗材加一块
每次洗碗的费用大概也需要2-3块钱。虽然看似不多，但日积月累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尤其是一些高端的洗碗机，还要配合专用的洗碗凝珠使用，价格更是贵得离谱。另外，洗碗机的工作过程是先冲洗加漂洗再加烘干，所以你会明显感觉到家里的用水量和用电量也会有一定的提升。这样综合算下来，一天的费用基本也得花费10块8块的。对于普通家庭，你觉得用不用得起吗？烘干机，过去洗完衣服还需要单独晾晒，赶上阴雨天可能2-3天都干不透，很让人烦恼。烘干机的出现解决了这一个生活中的难题，于是很多业主在房子装修时都专门购买一台独立烘干机，或者是选择带烘干功能的洗衣机来解决衣服晾晒的问题。烘干机非常实用，但是烘干机最大的使用费用就是电费，因为每次烘干至少要1-2个小时的时间，所以很多人吐槽用了烘干机之后，每月家里的电费蹭蹭的往上涨。所以如果说你是处在一个环境比较潮湿的城市，这地方就是经常性的阴雨天，天天被褥都非常潮，那么买一台烘干机是很有必要的，至少可以提高生活质量。或者你不在乎每个月多出的这个180块的电费，也可以考虑。另外，如果考虑好购买烘干机，建议选择独立的热泵式干衣机，烘干时间短，效率高，干衣效果也好。不要买洗烘一体机，干衣容量小，耗时长，而且烘干效果还差。3. 零冷水热水器。什么叫零冷水？简单说，就是家里的水龙头一打开就有热水，不再需要排冷水。当然，这也是零冷水热水器最大的卖点。如果家里热水器没有这个功能，那就意味着你每次打开水龙头或花洒的时候，想要用到热水，就必须等待10几秒或半分钟，甚至更长的时间。很多业主为了获得更好的用热水体验，就会选择购买零冷水热水器。当然，要想实现热水即开即热，还需要在家里最末端的用水口再接一个回水管，让它返回到燃气热水器里，也就是常说的大循环，这样才能做到秒出热水。但是带来的弊端就是非常的费电和耗气，因为要让水管里的水始终是热的，热水器就得不停的工作。这也让很多业主吐槽，用了零冷水热水器，每月燃气费至少要增加300-500元。当然，现在一些高端的零冷水热水器也有提前预约，或是设置时间段去循环，还有手动循环或者脉冲式循环，确实可以做到节能省气，但也失去了冷凝水的本质。4. 净水器。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对于家庭饮水健康也越发重视，于是很多业主会选择在家里安装净水设备。其实净水器的价格并不贵，比如就拿厨下净水器来说，一般大品牌的也就1-2千元左右。对于这个价格，大家还是普遍都能接受。但是这种净水器想要始终保持水质干净，还需要定期去更换滤芯。它比如活性炭的，有 PP 棉的，还有 RO 反渗透的。有些朋友觉得花2000块钱左右买一个净水器没什么负担，但是等用上了才知道，每年换滤芯的费用还要700-800。我之前还遇到过业主对净水器不懂，不小心买了某品牌的微滤机产品，后期更换滤芯的费用甚至高达1500元，真是典型的买得起用不起的产品。另外，它还会产生一定的废水，都会从能耗上有所增加，所以家里水质如果不是太差的话，就没必要安装净水器。即使全年用桶装水也比这个便宜。如果实在需要安装厨下净水器，也建议大家选择通用滤芯的，后期更换滤材的费用也会省很多。结语，大家有没有发现，以上的这4种电器产品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们确实可以提高一定的生活质量，但是反过来说，即使不用它，咱们的日常生活也不会受很大影响。所以说，这些电器并不是生活中的刚需，买之前还是要考虑清楚再决定。装修是个无底洞，能省则省。如果你是刚需装修，那么下面要说的这几个傻事可千万不要再做了，否则的话，可能钱没少花，等到后悔的时候却发现一切都晚了。没有经历就没有发言权。作为一个服务过上百位业主的装修博主，本期就来告诉你装修中哪些东西不能装，哪些事情不要做。当然了，如果你不差钱，什么都想要好的，那么这些装修建议对你其实也没有什么用，建议你现在就可以划走了。1. 不要选太贵的瓷砖，尽量避开深色砖。瓷砖经过这个市场几十年的技术发展，甚至更长时间的检验，它的工艺和质量标准已经非常成熟了，所以根本就不需要买太贵的。特别是一些大品牌的高端款，动辄就要卖到几百元一片，和几十元一片的相比，也仅仅是规格和花色不同而已。选瓷砖只要花色喜欢，
性能参数达标就可以了。瓷砖选购建议：一、首选800×800的地砖，不仅价格便宜，工费也便宜，后期做好瓷砖美缝，从装修效果上来看，区别真的不大。二、尽量不选深色的，特别是小户型，深色地砖会让房间显暗，压抑不说，还不耐脏，总觉得上面一层灰，老是擦不净。三、亮面砖也不要选，无论你装什么灯，它都能映射出来特别丑，而且后期全屋定制和家具也非常难搭配。建议选素色哑光或柔光砖，不会反光，空间还显亮堂。二、不要做太复杂的天花顶或造型顶，你还在信奉无吊顶不装修的传统观念吗？但事实上，很多人都搞错了，吊顶的真正作用就是用来遮丑、隐藏设备的。不可否认，以前装修吊顶是标配，但现在都什么年代了，真的不要再考虑那些复杂的天花顶了。你做吊顶的目的是啥？是嫌家里的房子不够小，层高不够矮吗？而且你要知道，吊顶越复杂，造价越高，后期不仅积灰难打扫，还非常容易过时。吊顶的装修建议：一、如果家里装了中央空调或者风管机，必须要做吊顶，可以根据需求做局部边吊，不要做拉平满吊，实现功能即可。二、如果实在觉得不做吊顶，空间太单调，可以沿墙顶面四周做一圈双眼皮石膏线，这样做既节省了预算，又实现了装饰效果，还不占层高。三、不要做复杂的电视背景墙，轻装修、重装饰永远不是一句空话。现代装修原则上是越简单越不会过时。不信的话，你想一想看，电视背景墙从10年前的花开富贵大理石，再到5年前的硅藻泥造型，前年的岩板格栅背景墙，是不是现在都过时了？实话实说，现在家庭电视的存在感都越来越低了，更何况是毫无意义的电视墙。我把话放这，不出3年就没有电视背景墙这个东西的存在了。电视墙装修建议：一、如果你家很少看电视，不如直接大白墙加一个100寸的投影幕布，简约高级，还不会过时。或者是75寸电视加一组悬空电视柜，既省钱又实用。二、如果家里面积小，柜子不够用的话，建议直接做一面墙的收纳柜，既有装饰作用，又能满足储物需求。四、不要选科技布材质的沙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刮起来的风，市场上开始流行科技布沙发，商家包装出来的营销说辞是既有真皮的质感，又有布艺的舒适度。事实上，它既不是皮也不是布，就是人造仿皮上做了涂层工艺，这种材料十分不成熟，寿命特别短，还不耐脏，基本上用个3-2年就开裂掉皮。咱用脑子想想，合成的东西质量能好到哪去？沙发选购建议：一、材质要么买真皮，要么买布艺，真皮质感好，档次高，布艺温馨百搭，舒适透气，其他材质一概不要考虑。二、款式建议选直排加单椅的搭配，客厅选轻盈不拥挤带贵妃位的 L 型组合沙发，只适合大别墅或大平层的大户型。三、建议在高脚或落地款之间做选择，传统的矮脚沙发底部卫生难清洁。五、浴室柜不要装台上盆或者是岩板一体盆。首先，台上盆一定不要装了，都是几年前的产物了，基本已经淘汰了。它最大的缺点就是台盆四周藏污纳垢，特别不好清洁，而且台盆还很浅，平时想洗个头、洗个脸都容易溅一身水，非常不好用。再来说下岩板一体盆，这东西就是外强中干，别看它颜值高，但缺点一大堆。首先说是一体盆，根本不存在，都是拼接的，这就导致它打胶的地方容易脱胶、漏水、发黄，严重的还会掉底儿。其次，岩板没办法做弧度，所以下水非常慢，盆底会经常积水。另外，因为都是直角缝隙，造成全是卫生死角。洗漱盆选购建议：一、建议首选陶瓷一体盆，经过市场考验，工艺成熟，而且好打理，不存在藏污纳垢的缝隙，清洁起来也省心省事。二、建议规格尽量选大尺寸的，深度最好在17厘米以上，洗漱时不容易溅水。六、不要装造型太复杂的吊灯，千万不要觉得家里装修的太普通，装个水晶吊灯就显得富丽堂皇了。过去装修，人家装个水晶吊灯就是为了炫耀、臭显摆，让人感觉装修肯定花了不少钱。现在装修追求的是舒适性、实用性，你再装水晶灯、欧式吊灯，不就是个笑话吗？不伦不类、不土不洋的和什么风格都很难搭。装修灯具建议：一、如果你家是别墅或大宅，建议也别装水晶吊灯，又贵又难打理。
还占空间。有那个预算，不如做个全屋无主灯设计。记住，无论你家什么挑高，只有装大平棚，家里才显得大气。2. 普通住宅建议就选择造型简单的吸顶灯，好看的款式也很多，灯光明亮又好打理。最后想说，装修房子是用来居住的，不是用来欣赏的，没必要为了追求极致的装修效果，去浪费辛苦攒下来的血汗钱。即便是装好了，也不会提升你入住后的生活质量，不如把钱省下来，买一个好点的洗碗机、洗烘套装、智能马桶，这些天天用到的东西才会真正的提高你和家人的生活品质。还是那句话，刚需家庭装修一定要务实，把钱花在刀刃上，切忌盲目跟风。